2043年，地球发射第74号火星穿梭机，前往火星执行第415号运输任务。这次运输任务的主要内容有量子芯片、聚变燃料核心、生物芯片。这是人类殖民火星的第10年。欢迎来到火星猜想系列。众所周知，我们人类中有一位特别想上火星的，而这期开始，我们将以心理学为基础，并且加上游戏设计理论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的知识，以循证的方式来设想人类的火星文明。现在让我们把视角投射到火星地面上。或许大家最关心的是，火星人他们用什么货币呢？火星拥有与地球完全独立的货币系统，由于光速的通讯限制，两者的货币并不经常同步。火星币是没有纸币形式的，因为造纸币耗时耗力，而且完全没有这个必要。但无论用哪种货币，最终的形式都是火星居民自己说了算。而火星币可以购买水、食物、氧气等等。与地球不同的是，这里并没有品牌溢价与奢侈品。当人类在火星上重构文明时，显然会把不适宜的价值观、多余的事物属性剔除，商品会更偏向于功能属性。满足生存需求之外的货币，也可被用来购买基地外探索的载具与求生物资，或是亲人来火星探亲的船票，或是回地球旅游的船票。那么在火星上，什么样的人会成为领袖呢？以目前人类的科技水平看，大部分工作的组织和分配都可以交由 AI 来完成，所有管统筹规划的职位也可以由 AI 来替代。所以火星上的领袖可能是一些非常杰出的六边形人才，需要懂人类学、逻辑学、心理学、系统工程等等。在这里，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人类的第一次，或许只有具有强大的知识整合能力、运用能力，并且要高效的指挥和协调团队，才能够成为领袖。他们会带着庞大的队伍去完成一些目标，例如水资源的开采、基地二氧化碳与氧气的平衡，也可能是群体心理疏导工作。并且在人类登上火星数年之后，所有的火星目标将会由居民提出，形成提案，再由 AI 筛选，判断出执行难度后，变成有效提案，最后再由全体居民共同投票决定。而火星上会诞生出一种新的个体评判价值的标准，可以通过完成基地任务获得积分，会有一套贡献积分系统。这套系统可能最初是由地球人设计的，用于量化工作的价值，来评定火星人劳动之后发放的分数，并且贡献分系统跟火星币系统是分开计算的。有这么一句话，真正重要的是生产商品跟提供服务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为整体的火星居民贡献了多少。然后再说说基础资源的分配，氧气、水、食物和能源，有些资源在地球上是源源不断的，而在火星上，没了它们就像是被判了死刑。所以这些基础生存物资都是由基地统一生产后按需求分配的，并且在火星居民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，火星基地会尽量的去多生产资源。基地并不会用刚需来胁迫你工作。心理学指出，人只有在面对一个压力下才是健康的，面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压力源，会对人造成很大的伤害。当 AI 接管人类的物资分配后，会尽量少的造成人的压力，会有大量的第一次的艰难任务。如果再用刚需来制造压力，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效率。但这些资源往往会有生产不足的时候，就需要靠火星币来分配这些资源。没钱的人可能会被强制安排睡眠，或者从事低消耗的活动，例如打游戏、冥想、瑜伽，来降低基地的整体消耗。或许大家会觉得很爽，可以躺平，但这会成为火星人痛苦的怪圈。没有火星币，就需要出去挣钱，但是出去挣钱，就需要火星币来购买更多的生存物资，这个闭环就完美把人卡死。提到衣食住行，或许火星文明会崇尚极简主义，知识与能力才是火星人最华丽的装扮。如果顶着100万的贡献值，会比地球上穿着几十万美金的衣服还更受人关注。到了最后一章节，对于无价值的人是怎么处理的？在地球上，我们存在着大量的犯罪，而在火星上有着情绪的管理系统，所有人的工作分配都被 AI 精准的管理，可能会比较难累积压力。
犯罪行为可能就会很低，并且经过筛选才送上火星的人类，应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。喜欢权力斗争、造成群体内耗的个体，可能不会被送上去。这时候无价值的人就不会是一个罪犯，或许会跟一个人的能力高度相关，例如长时间贡献分太低，并且贡献分系统大概率是会衰减的。如果你想躺在过去的功劳上，大概是不可能的。毕竟在计算机系统中，想要控制一个货币的衰减是非常容易的。火星基地中，无价值的个体不可能被长期的供养，他们可能会被再培训，重新分配到有效岗位。但是长期培训之后，如果贡献分依旧很低，就可能面临被驱逐到地球，而在地球上会挑选符合价值的个体替换它。下期我们将介绍火星文明的整体社会运转。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